你是什么人？奴婢是曲远侯府送来的婢女，来伺候王爷的。王妃的意思。抬起头来。本王看你胸前好似有颗痣。王爷您瞧，没有的。看错了。别乱动。王爷好烫，你在勾引本王。求王爷垂怜。鱼儿上钩了。飘散的思绪谁来收？我提笔不为离愁，只为你转身回眸。情是把四季。娘，本王妃让你女儿去给王爷当满床丫头，你居然敢放跑她，当真可恨！区区一个贱婢，竟然跟王妃作对，不说出江景行的下落，就将你们剁了喂狗！住手！我愿意去王府。锦溪，你疯了！娘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去死啊！锦溪，来人，把他拉走送去王府。求你了，夫人。张姐，能不能先找大夫给我娘、给我弟弟医治？治伤？本王妃还没玩够呢，继续打！娘，江玉树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娘。也不知道娘和小弟现在怎么样了。若想救他们出来，只有拿下瑞王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蚊子。现在什么时辰？回王爷，卯时了。本王竟然睡了这么久。什么味道？是安神香。奴婢听说王爷最近一直失眠，特意制了此香，想不到十分管用。竟然这么有效！随风，王爷，拿去给御医瞧瞧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给母后送去。近日母后也受失眠所扰，希望能有些用处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王爷，奴婢姓江，名唤锦心。抓到了！你一直在抓蚊子。近日蚊虫多得很，奴婢怕这蚊子扰了王爷清梦，其实也没抓多久的。罢了，你继续睡吧，本王要上床了。奴婢伺候王爷更衣。本王昨晚那么卖力，你还有力气？王爷，来。恭送王爷。看来那管事婆子说的没错，王后果然失眠，只要能在王府站稳脚，我就可以救我母亲跟我弟弟出来。竟然敢勾引王爷！你们干什么？呸！你个贱婢，还想生王爷的儿子？这婢子汤啊，你别想躲！倩儿在干什么？
上和王爷几次？1次。说谎！他妈妈她就在外面守着呢。3次。使劲儿！张姐，求你，你饶了我吧！我本来以为拿捏着你家人的性命，你就会老老实实的，没想到你竟然敢胡媚王爷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心思啊！你不就想搭上王爷，成为这个王府的半个主子吗？做梦！张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！连个通房都不算的东西，竟然还妄想成为主子，把他的脸给我划划，卖到窑子里去！是。不要！不要！王妃，王爷来了！快，拉走！何妈妈，快带下去！快快快！别动，收拾他！本王在院子里就听到了叫喊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王爷您回来啦！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一个奴婢伺候的不舒心，正准备把它发卖了呢。哪个奴婢啊？王爷，是奴婢不小心，是王妃生气了。你昨日才伺候完本王，怎么今日就惹得王妃要发卖你了？是，奴婢不小心打翻了王妃的茶盏。是吗？明明是因王妃嫉妒要被发卖，还偏偏不敢叫苦，看着倒也可怜。王妃，这就是件小事。昨日母后无法入睡，闻了这丫头的安神香就睡着了。江锦溪，从今日开始，你每日都要为母后做一份安神香。你要什么赏赐？说吧。这丫头竟然攀上了皇后，不过就是个不起眼的奴婢罢了，哪知道王爷这么惦记啊！奴婢只求在王爷身边当一名侍妾，长长久久的伺候王爷。好，江锦溪升为侍妾。好，江锦溪升为侍妾。你伺候的本王很是舒心，本王还另外赏赐你的。本王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恭送王爷。贱人！竟然敢在本王妃的眼皮子底下勾引王爷，我现在就将你弄死！王妃明鉴，奴婢只是想为王爷分忧而已。要是王妃杀了奴婢，或者弄伤奴婢的手，王爷交不出给皇后娘娘的香，恐怕整个瑞王府都会得罪皇后娘娘。哼，你倒是挺会狐假虎威的呀！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王爷抬举你，你就能骑到本王妃的头上。在本王妃的眼里，你永远都是个奴婢。给我滚！爬着出去！江玉书，这一切才只是个开始。哎呀，这些粗活奴婢来做就好了呀。你是？奴婢莲蓉，是王爷派来伺候主子的。对了，这些都是王爷赏的。王爷赏的？是呀，您瞧，这可是蜀锦，满王府只有高侧妃那里有，连王妃都没有呢。王妃没有，高侧妃却有。不对，我若真用了这蜀锦做衣服，那便是打了高侧妃的脸，反倒让江玉书坐收渔翁之利。收起来吧，不用它做衣服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主子，王爷说让您去书房伺候呢。这是怎么搞的？王妃罚的。王妃这也太跋扈了。正好一会儿让王爷看看您的伤，让他为您做主。还是先用冰块消消肿，免得王爷看见了心生厌烦。王爷怎么会为了一个小小侍妾教训怀有身孕的王妃呢？在没有能力时，当避其锋芒，以待日后羽翼丰满，一击而中。
王爷，你这身衣服很好看。是王爷会挑衣服，婢妾只是穿给王爷看。你很会取悦本王。婢妾的一切都是王爷给的，自然以王爷为尊。帮本王磨磨。听说你入府时十分不乐意，怎么突然想做本王的侍妾？睡王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，生性多疑。昨天晚上，婢妾仰慕王爷，只想陪在王爷身边。啊！王妃打的？王妃只是在教婢妾规矩。你可怨王妃？婢妾不怨王妃，王妃能让婢妾留在王爷身边，婢妾对王妃永远感激。倒也不必妄自菲薄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那婢妾想要王爷的一支笔席子。好，练不好的话，可是会领罚的。王爷，你可真是个勾人的小妖精。婢妾只想勾着王爷。那本王拭目以待。是谁在花岗观雨，而我在看你。你现在就把他给我捆过来，把他给我活活打死！王妃，万万不可呀！这江锦心如今算是在王爷心里挂了名，说不定皇后也知道他。你贸然把他打死，王爷会怪罪的。难道就让我天天这么看着他这么天天勾着王爷吗？这王府里盯着王爷的又不止咱们何必亲自动手呢？你是说借刀杀人？我记得高侧妃曾经让王爷赏过一匹独一无二的蜀锦做衣裳，他为此一直很得意。如今王爷赏江景新的礼物里也有蜀锦吧？奴婢这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高侧妃。你这个贱婢，赶紧抓我！住手！主子，敢问姐姐是？谁是姐姐？竟敢比着我的份力找王爷讨赏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来人，把那赎金找出来，给我烧了！那可是王爷赏赐给我们主子的，你还敢这样顶撞我？主子，这是你母亲给你做的嫁衣啊！姐姐，我不求你，你把它还给我吧。是吗？那你给我磕3个头呀！主子，不行，主子，不愧是奴婢出身，这骨头就是软。既然你都磕头了，那就……不要！主子，我是不危险的。不行！高侧妃，把我娘嫁妆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把我嫁妆还给我！你一个奴婢出身，也配跟我这个将军府嫡女争？真是痴心妄想！高侧妃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哼，谁让你勾引的王爷宠你呢？来人，把这库房里的东西都给我烧了！这……行了，我也累了。
江简心，你要是敢在王爷面前告状，有你好果子吃！哼，主子别害怕，等王爷回来，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我已经将东西收起来了。高侧妃怎么知道消息的？一定是江玉树，他要借刀杀人，真是好计啊！王爷驾到！王爷来了！你们既然怕我抢走王爷，那我就抢给你们看！哎，主子！这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你们主子人呢？回王爷，我家主子冲进库房去了，火势这么大，万一伤到他怎么办呀？随夫，找人救火。是。主子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妾身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么大的火，你在里面干什么？只是王爷给妾身的笔，差点就烧坏。你傻吗？这么大的火势就因为一支笔？这可是王爷亲手给妾身的第一份礼物。罢了，这火怎么回事？这是妾身在库房里面烧东西，不小心点着的。随风，去本王的库房里拿些伤药，送给江世杰。是。是高侧妃打的，这衣服房子也都是他烧的。莲蓉，主子，本王倒是不知道，这高侧妃在府里为所欲为。王爷，不是，都是妾身的错，是妾身。主子，焦依依，快！是。这高侧妃对你可真狠。哎，主子，一会儿见到王爷，可要狠狠的告他一告。你只管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今日之事不要再提了。可是，哎，无比多礼，还疼吧？已经上过药了，不出2日便会消了。王爷放心，不会留疤的。你没有其他话想跟本王说吗？今日之事都是婢妾的错，婢妾以后一定小心谨慎，不会如此张扬。本王已经罚了高师半年的力气，还请了教习嬷嬷教他规矩，他不会为难你的。王爷可万不能为了婢妾让高将军一家不快啊！自然不全是为了你，也是趁此机会打压一下高家。王爷心中有成算，那便好了。倒是委屈你了，说吧，要什么补偿？婢妾入府已经月余，婢妾想写一封信给母亲报个平安。这有何难？过几日王妃要回门，你跟着回去便是。真的？谢过王爷。这些礼物是谁送的？那是王妃为了宽慰婢妾，差人送过来的。婢妾也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下次不会了。你为何如此卑微？是本王抬举你，怎么？这府里还有人能质疑本王吗？婢妾知道，婢妾是王爷抬举的人，婢妾不敢小瞧自己。你呀，江玉书，带我回了府，我要拿回我的一切。你说王爷惩治了高宁婉，他娘家手握兵权，平日里王爷可是连句重话都不会对他说的。奴婢瞧着宫里的嬷嬷已经去了婉月居，高侧妃最近怕是有苦头吃了。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江景心这丫头手段比我想的还要高，现在不出，日后必定后患无穷。可是王爷如今正宠她，不过现在咱们找不到由头整治她呀。找不到由头，那便制造点由头。奴婢觉得，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无非就是贞洁，若贞洁没了，任她再有手段，也会被男人所厌弃的。
说的不错，这次我看江景熙还如何翻得了身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的脚崴了怎么办啊？我还赶着给高侧妃去取东西，他还等着要呢。高侧妃，要不奴婢去帮他取吧？行，那你小心点，快去快回，我在这等你。嗯，好。多谢小主。今日怎么想着出来走动？太医说臣妾最近总是忧思过度，多出来走动对胎儿有好处。这便对了，你只需要放宽心，把孩子生下来，其他的不用操心。王爷说的是。怎么了？徐氏走的有些久了，太累了。哎，前面就是景熙妹妹的房间，不如我们去休息一下吧。江景熙，你的死期到。俏儿，江景熙，这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你听我解释。奴婢在侯府时就听说江淑妃有个相好的情郎，莫不是就是床上的这位？你竟敢欺上瞒下，羞辱王爷！王妃，要我说，您就不敢可怜他？侯府上下谁不知道他一心想攀高枝，但凡遇到一个王公贵族，他都恨不得贴上去。王爷，我没有。什么没有？奴婢都瞧见好几次，他和各家公子细细调戏呢。江景熙，他说的可是真的。比起，没想到他对我做的这些都是轻车熟路，那些所谓的真心全部都是假的。随风，我杀了你这个奸夫淫妇！随风，我杀了你这个奸夫淫妇！非不可！莲蓉，怎么是你？这怎么可能？俏儿姑娘，怎么就这么肯定我床上的一定是男子呢？方才我们只是看到了男子的衣物，谁知道这上面躺着的竟然是你的贴身侍女呀！谁知道你们主仆二人衣衫不整，在这个房间里干什么呢？啊，莫不是什么？妾身也是听闻府中的婆子瞎说的闲话，听闻这女子与女子之间也有龙阳之好的事情。休要胡说！江玉书，你还真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。不过这次又要让你失望了。王爷，妾身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的。王爷，主子这样做都是为了您啊！你拿这些做什么？回王爷，主子和奴婢本想在此处偷偷扮作小厮，出去倒卖绣品。真是笑，王府缺了你们吃穿吗？竟让你们扮作男子去卖绣品！王爷生辰将至，小主想要亲手做一件衣裳送给王爷，只盼王爷能够时时挂念。可是小主的份力钱，竟然连一块好的料子都买不起，只能把绣品卖了换钱。对了，王爷，你看小主这手都被针扎成这个样子了。这当真是刺绣品伤的？妾身不敢欺瞒王爷。江景熙，你巧言令色，哄骗王爷！本王妃现在就要撕烂你的嘴！本王妃现在就要撕烂你的嘴！王妃，王妃莫要冲动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。锦心已经自证清白，莫要咄咄逼人。说起来，我与莲蓉今日是第一次扮作小厮出门，怎么就这么巧被王爷撞见了呢？你这意思是本王妃故意带王爷过来的？你休要污蔑本王妃！俏儿，扶王妃回去休息。哼，你也下去。是。你方才说的可都是真的？狗男人，天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。扮作小厮卖绣品是真，和莲蓉在此处换衣服是假。那真相是什么？今日我与莲蓉在花影赏花，结果莲蓉被丫鬟追走之后，我就被人迷晕带到了此处。你是谁？我可是瑞王的人。你要是敢动我，
你就不怕说我杀了你吗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眼风了。再说有人花钱要我玩你，还能把我平安离开，你说我怕不怕呀？随风，人受了伤，定没走远，封锁王府。是。王爷，都是妾身的错。妾身听见大人说是有人指使他的，便想着将计就计的办法，引蛇出洞，看看幕后指使的人是谁。结果还是让他给跑了。引蛇出洞，难道是王妃指使他？也难为你个弱女子，跟歹徒搏斗。王爷是相信妾身了？本王当然相信，毕竟偌大一个王府，估计只有你一个人会对本王说真话。妾身发誓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对王爷都不会说一句谎话。我的好王爷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那句就是个谎话。那你可要说话算话。妾身一定说到做到。小妖精，本王现在就收拾你。本王妃一定要把江锦心给杀了！你还怀着孕呢，怎么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？小心吓到肚子的小皇孙。母亲，你可算是来了！您非要女儿把江锦心那个贱人送到王爷的床上，女儿可被他给害惨了。和妈妈回侯府啊，都跟我说了。就这件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自然是偷偷除掉他。回头若是王爷问起来，就说是出了意外，或者说是病死了。不妥。且不说她如今成为了王爷最受宠的宠妾，就凭她能让王爷处罚高侧妃，你也要好好利用一番。她不来害我就不错了，我要怎么利用她呀？这丫头的生母和弟弟都在我们手上，只要你威逼利诱，不怕她不答应。日后若是王爷龙登大宝，你就不怕再有人威胁你的地位。可要是让这丫头养虎为患，让她养成了气候，那可就糟了呀！哎呀，她一个婢女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扳倒高侧妃这个劲敌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在事成之后，你再悄悄的把那个小丫头处置了不就行了？有道理。俏儿，你去把江锦心叫过来。是。何妈妈，你替我准备一样东西，我一会儿有大用处。是。王妃安好，夫人安好。莲蓉妹妹，主子们有话要说，我带你去吃果子去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要跟着我家主子。哎，王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锦心，他们一群小丫鬟玩玩闹闹，你不用管。我和你长姐想和你说些体己话。王妃有什么吩咐，嫔妾一定照做。奇怪，这母女二人今日怎么这么客气？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这府里的高侧妃仗着父兄的权势和王爷的宠爱，平日里在王府里嚣张跋扈，你如今也算得了王爷的脸。不如跟我合作，我能保证你在王府里有一席之地。哦，原来是拿我对付高凝婉，她坐受渔翁之利，真是好计啊！奴婢怕是没这个本事。你有，你这张脸啊，就是最好的本事。只要你肯帮王妃，我敢保证你娘和你弟在侯府吃喝不愁，安稳无忧。事成之后，我还能让你娘做侯爷的姨娘。但要是你不答应，那我可就不敢保证他们的死。奴婢答应，奴婢一定好好帮助王妃。求夫人放过我娘跟我弟弟。这才是我的好妹妹呢。来人，把药端上来。这是什么？当然是绝子药啦。只有锦心妹妹你生不了，长姐我才放心啊。喂给她。你给我过！我不能喝。你老实点，别动，给我喝。
张景熙，你放肆！奴婢愿意为长姐生孩子。真是可笑，本王妃肚子里怀的是王爷的嫡子，轮得到你来生？继续灌药。且慢，让他继续说。王妃自幼便受凉，子嗣艰难，这一胎可是等了3年才怀上的。姐夫说能不能平安顺产，就是生下来了。万一是个女儿呢？要是生产的时候不小心玩坏了身子，以后就再难怀孕了。难道张姐要把这王府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抱回来吗？你竟然敢咒我！奴婢也是出身侯府，奴婢生的孩子总好过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吧？你这丫头说的倒有几分道理。母亲，你也不信我能生出儿子？这不是以防万一嘛？你又没有多的姐妹帮你生，不如就用景心吧。手去不留子，我就得了。长姐放心，没有张姐的允许，我一定不会擅自怀孕。哼，算你识相。行了，下去吧。对了，听说长姐明日要回府，不知……反正王爷都已经答应你了，回去准备一下，明日随本王妃一起回侯府。谢王妃。主子怎么样？王妃有没有为难你啊？回去收拾东西，明日跟王妃一起回侯府。是，我一定要找机会将娘和弟弟送出府，不能再受江家人的胁迫。女儿拜见父亲母亲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儿，来，快，请起，别伤了小皇孙啊！你母亲说的对，魏王现在得陛下宠爱，那日后说不定是有大造化的，那前途啊，不可限量。父亲说的是，女儿懂的。景心啊，听说近日你很懂王爷宠爱啊，你如此有出息，肯定是你母亲教的好，不如见你母亲。景心，你该去看看你娘去了。是，奴婢告退。你是不是又想让那个贱人当姨娘？告诉你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那贱人一辈子都得是奴婢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给他娘俩换个地方住。要不是景心啊，最近得王爷宠爱，他一个外甥，我怎么可能会在乎呢？哼，你打量我是不知道，你是更想方便与那贱人私会吗？你想都不要想。玉叔，我们走。夫人，娘，我回来了，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东西。锦溪，你快去救你弟弟，他快被小少爷折磨死了。什么？驾，骑大马喽！驾，快点啊！快点！没事吧？姐姐，哥哥说不让他骑马，他就不让我上私塾，可是我好疼啊！你这个贱婢，竟然敢吞本少爷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了喂狗！小小年纪，恃强凌弱，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！好疼啊！你们是吃顿饭的吗？你们还不来救我？我是魏王的宠妾，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！你们蠢吗？我姐姐可是瑞王妃，岂是这个贱婢能比的？快救我！我的儿受苦了。锦心啊，你把夫人心尖上的小少爷打了，他岂能善良？善良？你想得美！华，快给娘看看。这个贱婢用鞭子抽我，疼死我了！一定要把他打死！来人，把这一家三口给我动了胃口！来人，把这一家三口给我动了胃口！住手！天天的干什么呢？侯爷，这丫头殴打我，你还想偏袒她吗？我怎么会偏袒她呢？啊，这王爷的宠妾回了趟侯府，人就没了。你叫我们如何跟王爷交代？父亲，您请放心，到时候就说这丫头意图谋害皇嗣，险些害我流产，王爷自然也不会怪罪。那是，哎，你真是做什么？女儿自小卑微谨慎，万万不敢打夫人的儿子的。只不过今天实在被气急了。父亲，你看，荣哥身上被小少爷欺负的没有一处好的地方。怎么回事啊？侯爷，你还是把我们赶出侯府吧。荣哥，你熟读45经，
是小少爷说，只要他给他当马骑，他就送他上私塾，这才忍气吞声啊。龙哥，告诉你，您真的已经守住四书五经。是的。我蒹葭进出如此人才，好好培养假以时日，定能冠耀当代。你这个外室草包，有什么资格上私塾？给我当马骑都不配！李子，他可是你亲弟弟呀，如此污言秽语，到底谁教你的？侯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既然他们母子想走，就让他们赶出去好了。闭嘴！母亲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忍着你啊！你看看，把我一个人撑成什么样了？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！父亲，父亲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母亲的娘家好歹也是官宦世家，你竟然为了这几个贱人打骂他们！我母亲的命虽然和夫人没法比，可是我也有幸得到王爷的宠爱，还每天给皇后娘娘制作安神香，更是得到了皇后娘娘的赞许。你竟入了皇后娘娘的意。是啊，女儿在内帮衬着长姐，荣格有上进，在外好好学习，帮侯府光耀门楣。将来要是王爷日后有了造化，咱们侯府就如日中天了。荣哥如此有出息，我定当要好好请个先生教一教啊！荣哥命不好，托生在母亲肚子里，没有名分，一个外世子又怎么能科考光宗耀祖呢？这有什么呀？啊，即日起啊，与娘升为贵妾啊，荣哥还有锦心上族谱啊。江天成，我说过，除非我死了，苏泽勋休想让他现在进门。夫人啊，我演外事就难有作担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气也应该消了。如今龙哥你怀哥有本事啊，这件事你不答应也得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死。哎，好啊，母亲，那我们就一起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父亲，今日我若不能如愿，我就将夫人和带外室子女的事情传扬出去，到时候夫人和长姐的名声，侯府的官声，还有小少爷的前途，恐怕就都没了吧。你敢？夫人别急，锦心是最胆小的，若不是被逼急了，自然不会这么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将芸娘抬为贵妾。娘，多谢夫人。多谢父亲。侯爷，你是真的要把我抬为贵贱？芸娘啊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从今往后我定当好好待你。侯爷，这么多年不闻不问，现在才来装生气，男人果然都一样，只有核心的利益才能打动他们。娘，你怎么能答应让芸娘那个贱人入府当妾呢？这下好了，锦心和江锦荣都成了侯子的庶妇庶女了。你当我愿意让这些人进门吗？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和你弟弟呀。我们现在动不得拿剑比，没想到这丫头竟然如此豁得出去。若她将这些事抖了出去，那你的名声和怀哥的前途怎么办？那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？就任由那个贱人骑在我头上吗？还说什么要利用她对付高宁婉，我看她一个就足够对付我的了。哼，你说的对，这丫头留着确实是个祸害。你回去想个法子让她消失，然后再嫁祸给其他人，如此便没事了。等你那边处理好了，这借父母子我也会处理掉的。哎呀，这都是小事啊，你可别气了。小林上的小皇孙啊，母亲说的对，反正那个江锦心非死不可。王妃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慢着，王妃还有什么事吗？乔儿，拿上来，跪下。卑妾不能跪，否则王爷问起来，卑妾没法解释，就只能实话实说了。跪下！知道错了吗？我何错之有？还敢嘴硬，
实话告诉你吧，王爷被圣上派去视察水利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是回不来的。你可不要妄想做苦肉计给王爷看，恐怕呀，到时候你连王爷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呢。如果就这么消失了，王妃就不怕王爷怪罪吗？明明是那日高侧妃生了你，你没好权，本王妃为你请遍了名医都医治不成，王爷又怎么会怪我呢？你真是好歹毒！随你怎么说吧。风妈妈，让他在这跪足一夜再走，可千万别死在我们窝里。是。主子，主子，你怎么了？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！小主，你终于醒了。去找王爷，快去！王爷被皇上安排视察水利去了，现下不在府中啊。原来是真的。小主，您还是先担心担心您的伤吧。咱屋内的伤药全被王妃的人搜刮干净了。刚才奴婢去求王妃，想让府里的郎中过来，可是王妃那边的人却说郎中再给他安排，根本走不开。奴婢就想着要不去府外去请郎中，可是门口的婆子不知怎么回事，死活不给奴婢开门。看来王妃这次是铁了心要我死了。怎么办啊，小主？您现在已经发起高烧了，这腿伤再不治也要发脓了。就算不死，这腿也废了呀。别担心，你让我想想。玉叔，你刚进门也太操之过急了。这柳侧妃怀的可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，你就这么把他孩子给弄死了，就怕他怀到你头上吗？他怎么可能会怀疑那镯子里藏着易造成流产的香？那可是王爷送给他的呢。我女儿就是聪明。莲蓉，快去找柳侧妃。莲蓉，快去找柳侧妃。柳侧妃，只有她能救我的命。这柳侧妃虽是首富之女，屋内灵药成山，但是自从她小产之后，便常年礼佛不问世事。咱们又素来与她没有交情，她又怎么会帮咱们呢？你就这么说？什么？快去！是，奴婢这就去。长姐，你可要祈祷我这次活不下来啊，要不然我一定让你痛不欲生。柳侧妃，求求你救救我家主子吧，他实在伤得厉害，命要会死的。我向来不管这些事的。再说，这是王妃要做的，你是想让我与王妃作对吗？我家主子说了，只要你能救他的命，他就帮你对付王妃，还有高侧妃。你家主子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怎么去对付别人呢？再说了，我与王妃无怨无仇，为何要对付她？我家主子其实是齐远侯府庶女，因昨日回府时与人起了居语，所以王妃才怨恨她。哦，对了，我家主子说了，你小产一事并非意外，而是王妃所为。你说什么？可有证据？小主是意外听到了侯夫人和王妃的聊天才知道的。王姐赏赐给你的那只手镯，其实被王妃动了手脚，里面藏了一时流产的香丸。好歹毒的心计，好一个瑞王妃！江玉书，我要让你为我而偿命！求侧妃赐药，我家主子必竭尽全力，助您一臂之力。来人，将最好的伤药和补药一并拿来。回去告诉你主子，一定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柳侧妃给的这药还真是不错呀，这些日子主子已经大好了，奴婢相信要不了多久腿伤也就会痊愈了。
确实不错。这次多亏了柳侧妃，我欠她一个很大的人情，总得做点什么回报她才行。那主子可有什么吩咐？这里有20两银子，你去找个说书先生，让他把我娘抬为姨娘的事情给散播出去。这是画本子，拿给说书先生，照着这个说。好，可是实在用不了这么多呀，10两银子便够了。剩下的是给你的，你跟着我吃了不少苦，就连你娘生病也没能回去，这次就顺便回去看看吧。莲蓉，这次如果不是你去求柳侧妃，我照样活不下去。你的恩情我也记住了，你放心，只要我还能活下去，只要我还在这王府一日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过上好日子的。主子放心，奴婢一定誓死跟随主子。快起来，热了。这画本子你让说书先生看完之后就赶紧销毁掉。出去的时候乔装打扮一下，别让人发现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江玉树，你很快就能看到一出好戏了。巧儿，梅香君那丫头这几日怎么样了？听说没什么大碍了，只是还不能走动。这样都不死，她这条贱命确实厉害。王妃别急，她那腿怕不是要废了，听说很严重，走不动路，都化脓了。原来是成了瘸子呀！就算她再有能耐，王爷也不会喜欢一个四肢不健全的畜生。也罢，那便留着她这条贱命，慢慢折磨。王妃说的是，她已经没有本事跟您争了。王妃，不好了，夫人生病了。你说什么？母亲好端端的怎么就病了？听说是气病的。近几日坊间流传许多说侯府抬贵妾的画本子，说夫人恶毒善妒，竟让外室子女为奴为婢，还说小少爷心狠手辣，残害自家兄弟，还说王妃您为了邀宠，让自家姐妹给王爷当暖床丫头，自私无德。夫人听后气得不行，立马就晕倒了。江景新，一定是江景新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将这件事炫耀出去。王妃息怒啊，小心肚子里的小皇孙。你过来，弄些毒液，趁着夜色的时候放在江景新的屋里，在王爷回来之前让他消失，让他消失。是，娇儿还不快去办？是。还有件事儿，有话快说。高侧妃听说了这件事儿，专门请了说书先生，还拉着后院许多妾室一起听。此刻就在婉月居呢。高凝婉，欺人太甚。走，随我去看看。话说侯府那位狄小姐虽然是怀有身孕，但貌丑无颜。为了留住夫君，便想起了家里端茶倒水的庶妹。那庶妹生的是美貌动人，他便直接将人掳走，送到了夫君的床上，只让其当夫君的泄欲工具，半点名分都不给呀！天哪，这也太惨了！就是啊，这还怀着孕呢，也不知道给肚子里的孩子积积福。哎，这说的怎么这么像王妃呀？胡说些什么呢？咱们王妃可是菩萨心肠，怎么可能做这么恶毒的事啊？可听说这齐远侯府纳入了一个新贵妾，原本也是外室，还育有一子一女。难道说这庶妹就是江氏妾？你这么一说，别是真的吧？哎，先生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因她生得异常漂亮，狄小姐的夫君恩宠于她，令这狄小姐嫉妒不已，要将她的脸画花，将她卖到窑子里去。都给我住嘴！一派胡言！何妈妈，将这些人都给我赶出去！各位主子都请回吧。你也速速滚出王府，不要在此胡言乱语。
王妃，我不过是找说书先生来给姐妹们解解闷儿，这跑到我院子里来胡闹一通是什么意思？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我父兄可是大将军！你私带万难入府，拉着一众妾室在这听着市井之人污蔑本王妃，我怎么打不得你？污蔑你？哼，原来你是狗急跳墙的呀！所以说这江锦心当真是你的庶妹了？没想到啊，这贤良淑德的王妃背地里竟如此蛇蝎心肠。你说要是王爷知道你们如此对待自家姐妹，会不会厌弃你？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，你心里最清楚。装模作样，无才无德，待王爷荣登大宝，早晚会休了你。王妃，别动了胎气，咱们还是先回府吧。你想做王妃？做梦！哼！这王府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光顾着与那些贱人纠缠，竟然为了回侯府去看母亲。何妈妈，你速去准备回侯府的马车。是，王妃您慢点走，别着急，小心肚子里的小皇孙。我能不急吗？万一母亲有个好待我……哎，王妃，我能不急吗？万一母亲有个好待我……哎，王妃，行，何妈妈，快去叫太医！王妃这一胎怕是保不住了，一会儿太医来了，你去打听打听情况。是。莲蓉，王妃这一胎保住了吗？王妃的这一胎应该是死胎了。死胎？对，侯府的夫人来了，她让七鸾院的人将此事不要告诉王妃，还让太医们将此事瞒了下来。瞒了下来？这侯夫人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在为王妃出谋划策，真是用心良苦。想来一是怕王妃知道孩子没了受刺激，二是将来想用这死胎图谋点什么。图谋点什么？哎，这青鸾殿将消息瞒得死死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柳侧妃告诉奴婢的。这柳月如还真是个不错的同谋。那主子，咱们要不要做点什么？王爷还没回来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免得被人抓住了把柄。是。时候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吧。下去吧。这烟雾是剧毒，看来江一书定要在王爷回来之前要了我的命，先逃出去再说。王爷，主子已经睡下了。王爷回来了，那这次的机会可不能浪费了。救命！救命！哎，主子好像醒了。怎么这么大的烟啊！王爷，快走！王爷，这里面好像有剧毒。什么？主子还在里面？别进去，里面有剧毒。随风，主子，你怎么样？王爷，刚才王爷进屋了，可有吸到毒烟？你这受伤了，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因为高侧妃，要不是……别说了，王爷，还是找御医给您看看吧。继续。随风，叫御医去本王院里。王爷，你醒了。
可曾让御医瞧一瞧？听随风说，那烟雾可是有剧毒的。本王没事，倒是你中了毒，还好吸入的不多，多吃几副药，剧毒就好了。王爷没事便好。这是王爷的房间，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妾，住在这里是不合适的。奴婢这就回梅香居。梅香居那全是毒烟。再说了，你腿伤复发了，别乱跑了。婢妾就住在这儿。这才对嘛！听莲蓉说你的腿伤跟王妃有关，你老实跟我说，若是让本王查出来了，就要罚你撒谎了。啊！婢妾说，是奴婢回侯府的时候被王妃罚跪了钉子板。啊！王妃怎么会给你这么重的惩罚？长姐也是为了给我立规矩，怕我给王爷丢脸罢了。你叫王妃长姐？莫非最近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齐远侯府新晋贵妾是你的母亲？正是婢妾的母亲，也正是因为母亲有了这个名分，才招致王妃的怨恨，将奴婢教训了一番。就算你当上了齐远侯侯府的小姐，也只是庶女，王妃为什么会记恨你？王妃素来和善，你可莫要诬陷她。婢妾不是这个意思，婢妾和母亲自幼住在乡下，本来日子也过得畅快，原本以为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穷苦书生，母亲还卖了一座绣品，帮助父亲积攒进京赶考的银两。后来父亲说给母亲一个名分，这才知道原来他是高高在上的齐远侯。后来呢？后来侯夫人死活不让母亲进来，父亲也做不了主，所以我和母亲还有弟弟就成了侯府的奴仆。王爷金尊玉贵，想来是不知道这种寄人篱下为奴为婢的滋味。我母亲是宫女，我自小在皇后宫中长大，也是受尽欺负，又怎会不知道？别伤心了，有本王照顾你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看来他果然想到了自己，一个是宫女生的皇子，一个是外室生的庶女，我们可是一类人，只有我懂你呢。那就抬你为淑妃吧。既然你母亲已经抬为贵妾了，那便不再是奴仆之身，当侍妾已经不再合适，那就抬你做淑妃吧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婢妾是高兴的。纵使婢妾成了所谓的官家小姐，可是所有人都以为婢妾是奴仆出身，只有王爷愿意给婢妾一个身份。婢妾此生愿全心全意伺候王爷。怎么，本王不抬你做淑妃，你就不全心全意伺候我了？做好本分和真心侍奉自然是不同的。婢妾的真心或许不值钱，可是对王爷的心意一生都不会变。在这个院子里，跟本王聊本分的人很多，跟本王聊真心的就你一个。本王倒是很喜欢你这样的真性情。婢妾可不止这一点，和别人不同。这个小妖精！王爷，王妃动了胎气，让您赶过去。对了，王妃在高侧妃的院子里摔了一跤，怕是动了胎气，王爷赶紧去看看吧。就这么把本王推开了？还有什么比肚子里的孩子重要？本王倒是忘了，你跟其他女子不同。快去吧。本王回头再收拾。我的王爷，别着急，我会陪你慢慢玩的。废物，放毒烟居然都没有毒死那个小贱人！你去给我把那个贱人杀了！王妃息怒，是那丫头命好，
竟刚好赶上王爷回府救了他一命。你说王爷也真是的，回府不说先来看您，竟去见那个臭丫头。何妈妈，你确定我这一胎真的没有事吗？自然，夫人不都说了吗？您只需安心养胎，等着生下小皇孙即可。那就好，只要能成功为王爷诞下小皇孙，我也别无他求了。您能这么想就对了。一会儿啊，等王爷来了，您好生哄着，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而让夫妻情分生分了。你说的对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去看看王爷来了没有？是。王爷，哎，你先好生休息，莫要再折腾。听说你动了胎气，还在高侧妃院子里摔了一跤。说来那高侧妃也属实太没规矩了，竟然叫了说书先生与一众姐妹在院子里听书，那可是外男，就这么轻易的进了王府的后院，妾身也是一时气急，这才摔了一跤。你说的有理，本王罚高侧妃禁足半年，以示惩戒。还是王爷公允。听说锦心是你的庶妹，怎么没听你提起过？她一个外室所生的孩子，有什么好提的？因她那一家子，母亲伤透了心，今日竟然还要忍着恶心，将那女人抬为贵妾，妾身真是心疼母亲。王妃，妾身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妾身只是刚知道锦心妹妹是父亲的女儿，一时没有办法接受才对。所以你因为记恨，想放毒烟杀了她。所以你因为记恨，想放毒烟杀了她。妾身没有。本王从不说没有证据的事情。发现毒烟的时候，本王就派随风去查了，毒烟是俏儿放。王爷恕罪，是奴婢看不惯江世界，这才私自做主。确实是妾身指使巧儿做的。王妃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妾身的确是因为妒忌，这才做了糊涂事，但没有必要让一个婢女为妾身承担错误。你还挺坦诚。本王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锦心是无辜的，以后这种事情万不可再做。都起来吧。妾身知道了，日后妾身定会好好对待锦心妹妹，以弥补今日之过。本王已经决定将锦心抬为庶妃，你安排一下吧。那可真要恭喜锦心妹妹了，妾身一定会为她寻一处好的院子。好了，这段时间你就好生休养。虽然高侧妃不懂事，但本王看柳侧妃还是挺能干的。这段时间府里的事情就让她帮你。王爷，此事妾身不同意。柳侧妃出身商贾，做个庶妃已然是抬举了。王爷重用柳家，妾人也不好说什么。让她做侧妃已是不合规矩，难道日后还要让她与妾身平起平坐吗？等你顺利生下孩子，她自然也不需要帮。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夜深了，早点休息。恭送王爷。柳玉茹，连你也要骑在我的头上！为他日后诞下皇孙，一定要让你们一个个都好看！侧妃，王爷说王妃需要进行养胎，这些日子只由您来打理府中的大小事情。放下吧。对了，再备一份厚礼送给江淑妃，就说是我恭贺她升了位分。是。江玉说：“我要把你在乎的一切都一一夺走。”都仔细着点儿，这可是王爷赏赐给淑妃的。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？江锦心，你在我院子里做什么？高侧妃，王妃让妹妹来婉月居，跟姐姐作伴。什么？她让你和我住一个院子？我们主子如今升了位分，成了庶妃，王妃觉得之前的位置太小了，所以特地让我们搬过来与您作伴。
主子说话你插什么嘴？你现在当了官小姐，还真是飞上枝头做凤凰了呀。不过想和本侧妃平起平坐，下辈子。姐姐说的是，侧妃这话说的好没道理。我们家主子现在是正经的侯府小姐，凭什么就不可以和你平起平坐了？莲蓉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下人都敢如此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这婉月局谁才是主子？给我打他30大板！姐姐，他也是口无遮拦，你就放了他吧。主子，您别求情。平日里侧妃嚣张跋扈，欺负您也算了，如今已经是庶妃了，凭什么还要被他侮辱？你疯了！你要再说，我也救不了你了。给我打，看他还嘴不嘴硬。莲蓉，瞧你们这主仆情深的样子。这样吧，莲蓉，你要是向我认错，我可以考虑一下免了你10个绊子。莲蓉，你快认错啊！姐夫，认错！给我打，一个都不能少！主子，继续。我错了，奴婢错了，放过我家主子吧，放了我吧。早干嘛去了？现在认错晚了。主子，你快下去，让奴婢说法就行了。没事的，我皮糙肉厚，受得住。妹妹这院子好生热闹啊！刘姐姐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今日怎么有兴致来我这婉月居了？刘姐姐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今日怎么有兴致来我这婉月居了？我这不是奉王爷之命帮王妃打理后院，听闻锦行妹妹换了新居，所以过来瞧瞧。呀，锦行妹妹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这些奴才都是死人吗？还不快将江淑妃扶起来！姐姐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连教训一个口无遮拦的奴婢都不行吗？哎，妹妹，你误会姐姐了。姐姐啊，是怕你着了别人的道。什么意思？妹妹糊涂啊！这江淑妃是因为侯府小姐的身份才被抬了位分，可后脚王爷就收了王妃的掌家权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我明白了，定是他料定我会和江锦心起冲突，惹得王爷不快，真是一石二鸟，拿我当出头鸟呀！妹妹，你明白就好。姐姐实在不忍心你被人利用，才特地来说一说。你倒也不必与江淑妃起冲突，那王妃还能放过她？姐姐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都已经被罚了半年的禁足了，可不能再惹王爷不快了。姐姐，我新得了好茶叶，姐姐来吃盏茶吧。好。你平日里很稳重的，今天为什么这么莽撞？奴婢莲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奴婢今日就是故意要高宁婉打死我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故意激怒高宁婉，是为了让他打死你？主子，奴婢的父亲被高宁婉的家人害死了。你先别哭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奴婢的父亲原本是高侧妃府上的当差的，他上次因为嫁衣的事情记恨上奴婢，便吩咐手下的人一定不要让奴婢的父亲好过，让奴婢的父亲没日没夜的干活，于是就被活生生的累死了。竟然有这种事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主子，你在这府上腹背受敌，尚且不能自保，我又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让你平添烦忧呢？那你今天又是为什么让高宁婉打死你？奴婢得知父亲死后闹过一次，但是又险些被高宁婉的人打了，奴婢就知道仅凭我一个人是斗不过他的。不过王爷今日又罚了他，就说明王爷已经开始厌弃他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再传出他曾经打死过一个婢女的事情，那王爷定会彻底的厌弃他，没准他以后就再无翻身之日了。你糊涂呀！就是打死10个你，高宁婉也不会有事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奴婢的命不值钱吗？不是你的命不值钱，是他高宁婉的命太值钱了。他父兄都是将军，是王爷身边得力的助手。江亮王爷、图谋大爷，他们都是左膀右臂。他高宁婉就是将军府和王府的纽带，
岂是你一个小小的婢女能比的？那就是说，无论怎样都无法扳倒他了，那还不如就让我被他打死，随爹爹去了。你先别急，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有办法？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晚些时候，我去找柳侧妃。主子好，奴婢叫秋莲，是王妃派来伺候主子的。好，莲蓉受伤了，你这几日就先伺候我吧。是。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带来了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这可是禁术，咱大越朝自开国以来就颁发禁令，不许行这验圣之术。若是让王爷知道，你可就完了。我与高宁婉注定水火不容，有他一日在，便不会有好日子过。江玉书也是，他面慈心狠，手段毒辣，就算是为了我母亲跟我弟弟，我也必须那么做。好，那你去吧，我会帮你的。多谢侧妃。苏莲，去把床铺好吧。是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奴婢以为看见虫子了，看错了。别大惊小怪的，退下吧，我要休息了。是。鱼儿上钩了。娘娘，奴婢在江淑妃的房间发现了纸扎人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奴婢看得真的。那2个小人，一个写着王妃您的名字，一个写着高侧妃的名字。太好了，若江景星真的藏了纸扎人，行着禁术的话，那他这次铁定会栽在我的手里。我就看这次王爷还怎么包庇他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娘娘放心，这次啊，定会叫他翻不了身。这次我可要好好养着身子，顺利生下这个孩子。他想害我腹中的胎儿，怎么？王妃说的是。高侧妃那边的人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银杏，好了，你去办吧。是。妹妹，这东风我可借给你了。哎，你猜猜我今天看到了什么？竟然是王妃身边的俏儿从高侧妃屋里出来，鬼鬼祟祟的，定不会好意。可是这个俏儿不是王妃身边的女使吗？她怎么会从高侧妃的宫里出来？这高侧妃整日里调戏王妃，这俏儿啊，恐怕是来者不善呢。今天都有谁来过我院里？今日王妃身边的俏儿来到了院里，说是进内室转了一圈，不让人跟着就走了。混账东西！王妃院里的人也敢随便放他？这是江玉书、江锦心、柳玉茹，竟然还有王爷！好你个江玉书，你想害死我呀！快把这些都拿走，拿去烧了，赶快！是。王妃，秋莲那边传来消息，那些纸扎人还在江淑妃的屋子里呢。好啊，我们现在就去抓他个现行，到时候看他还如何狡辩。我们走。可妈妈，不然我们就将死胎的事情告诉王妃吧，万一王妃出了什么事情……住嘴！王妃出了事儿，那也是因为江淑妃行验圣之术的原因。夫人说的有道理，如此千载难逢扳倒江淑妃的机会，岂能错过？可是，要是王妃知道咱们利用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她该有多难过呀！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？还不赶紧走！是。王妃，你来我院子里做什么？高侧妃，本王妃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处理，别挡道。江玉书，你还跟我装？江玉书，你还跟我装？干什么？高宁婉，高宁婉，你疯了！高侧妃，你快住手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！王妃可还怀孕呢。江玉书，竟然敢进我的院子，你跟你没完！高宁婉，
你简直放肆！放肆！你真是阴沟里的辣椒，阴险又毒辣，屎壳郎戴面具，你臭不要脸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掌嘴50！你还敢打我？要不是你祈远侯府会巴结人，这瑞王妃说不定是你做的。我今天就要撕烂你的皮！王妃主子，又是这招，王爷又不在，装给谁看呢？王妃见红了！王妃见红了！高侧妃，你就等着王爷处置你吧！不是我害了王妃。这场闹剧结束的可真快啊！妹妹，你利用王妃肚子里的孩子，可会有愧疚之心。姐姐不也知道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死胎吗？侯夫人迟早会用这个死胎对付后院里其他的女人，不如我先下手为强，也是自保而已。妹妹说的是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王妃吧。至于高侧妃，她的好日子怕是到头了。太医，王妃怎样了？王妃失血过多，孩子是保不住了，下官也无能为力呀。众位皇子中，只有本王没有子嗣，难道是天意让我无子？可若是无子，如何能继承大统？随风，把高侧妃给我押过来。是。王爷，妾身不是故意的。磕头。王爷，妾身可是将军府嫡女。磕头。高侧妃性情跋扈，乖张暴力，令庄王妃害死世子，即日起废除侧妃之位，与蝶除名，混于偏院，无令不得出。王爷，王爷，妾身不是故意的，求您饶了我吧！王爷，拉开！王爷，王爷！贱人，一定是你陷害我的，这个贱人！还不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走！走！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没事吧？妾身没事。王爷，王妃如何了？王妃失血过多，暂时还没有苏醒。王爷，王妃醒了。王妃此刻正悲伤过度，若是进去看见我们胡乱攀咬一番，王爷就算相信我们，也会心中生疑的，还是不要进去的好。姐姐说的是，既然高宁婉已经被处置了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瞧的了。妹妹，我看王爷对你倒是真心的，日后还要多多靠妹妹提携了。这皇家哪有什么情爱？以后我们姐妹在王府还要守望相助才是。别太伤心，你养好身子，本王还会和你再生一个孩子的。王爷，御医说，臣妾恐怕再难有子嗣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再无子嗣？都怪那个贱人！若非高宁婉故意冲撞臣妾，妾身又怎会因此伤了身子？王爷，那可是我们的嫡子啊！你要为我们的孩儿报仇啊！妾身求求王爷了。你刚小产，别乱动，本王能理解你的丧子之痛，本王也一样。高宁婉那边，本王已经做出惩罚了，绝不姑息。王爷是如何处置的？贬为婢奴，囚于偏院，此生不得出。本王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是此时本王还需要高家的助力。王爷，王妃竟不能生，看来本王要尽快有新的子嗣，以确保继承大统。多谢主子为奴婢报了仇，如今这高宁婉也算是入了奴籍，想来再无翻身之日了。我这么做不单是为了你，我与他也有私仇，更何况你从来我这儿就一心全意，我为你做点什么不是应该的吗？是，奴婢以后为主子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行了，别贫嘴了。对了，李秋莲你处置了吗？已经处置好了，随便选个由头就将它贩卖了。那便好，
这种被主的人我们不能留。我也乏了，去休息吧。是。王爷，姐姐，给本王生个孩子吧。姐姐，给本王生个孩子吧。王妃刚刚小产，王爷怎么不陪着王妃，倒跑到妾身这儿来？王妃很可能不能再生育了，本王看着她心里难受。怎么会这样？江玉书竟然不能生了，看来王爷定是因为眼前无子嗣，所以王爷这是做什么？生孩子。玉书，母亲，呀，你快好好休息啊，小心别着凉了。女儿为了肚子里这个孩子，可足足等了3年，今天竟然说没就没了。我恨不得将高凝婉那个贱人千刀万剐。这些话你在屋里自己说说也就算了，万万不可总在王爷面前抱怨，小心惹得王爷不快。你们夫妻之间的情分啊，生分了。如今我们之间怕是早就生分。我这才刚刚小产，王爷竟然就跑到江景熙那个小蹄子的屋里去。玉书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是不是很难再孕了？定是何妈妈这个嘴快的说的。虽说十分艰难，但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。你也别怪何妈妈，她也是一心为了你好。娘娘就是怨恨老奴，老奴也要说呀。如今子嗣对于王爷来说才是最关键的，我们必须要把王爷的第一个孩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何妈妈说的对，你以后莫要再为难江景星了，让他给你生一个嫡子。什么？你让我给江景熙养儿子？这绝不可能！我要自己生，我能生。孩子啊，你不要意气用事啊！你能生，那也不知道几年后了。但你名下要有嫡子才成。你这身体最起码得养个2、3年。王府再没有孩子出生，不利于王爷啊。可是母亲，我是因为听说江景熙行夜生之术，这才去的婉月居。说不定我与高凝婉的冲突也是江景熙搞的鬼呢。胡说！他如何敢这样对你？高凝婉如今已经被囚禁，若你改口双手另有其人，那高凝婉便是无罪。若他恢复身份，他又能生，你有什么啊？夫人说的是，娘娘，不管江景熙有没有害过您，他现在对您可是有用着呢。再说了，只要他生下了小皇孙，去母留子也是容易的。况且他怎么说也是侯府的血脉，将来这孩子有什么大的造化，那也是咱侯府的荣光啊。我知道了，去让俏儿把江景熙叫过来。哎，是。王妃，侯夫人也在。景熙，芸娘早说想你了，让我来瞧瞧你，看你在王府过得不错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过来坐吧，我有话要与你说。王妃有什么吩咐吗？这母女俩究竟在耍什么花招？怎么突然变了这副嘴脸？让你做你就做，我又不会害你。我这一胎伤了身子，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再有孕了。我想让你替我给王爷生一个孩子，这于你与我都是一份保障，如何？卑妾恕难从命。卑妾恕难从命。江景熙，你是不想帮我生孩子吗？你可不要忘了，你也是江家人，你娘还有你弟弟，可都要靠侯府活着呢。景熙，你不用怕，你长姐也不是要逼迫你的意思。王爷眼看越来越受皇上宠爱，真是有大造化的人，奈何子嗣上却十分艰难。若没有嫡子，日后恐怕难以成事。我们这么做，那都是为了王爷好。难不成你也不想你的孩子成为王爷的嫡子吗？
将来虽说记在玉书名下，但我们不会拦着你们母子见面的。这孩子啊，只会更尊贵，更受宠爱。是呀，是呀。我们侯夫人还专门准备了侯府最贵的院子给云姨娘和锦荣少爷住，还专门请了名师教导锦荣少爷。锦心小姐，您跟我们王妃才是一家人，才更应该在这王府守望相助呀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定会助你登上侧妃之位。妾身多听长姐的。这就对了。何妈妈，江淑妃的婢子汤停了吧？是。主子，王妃叫你去说什么呀？竟然还不许旁的人跟着。王妃果然不能生了，要我替她生孩子。什么？这可不成！王妃对您心有怨恨，保不准会去母留子呢。我又何尝不知？只不过我母亲跟我弟弟还在府中，我只能先答应她。王爷不是也想让你生孩子吗？到时候您就跟王爷说，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，难不成他还能过来抢？放心，莲蓉，我让你准备的婢子汤呢？在呢，只是以后都不用喝了。哎，主子，如今王爷和王妃都许你生孩子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喝他呀？现在怀孕就是给王妃送孩子，况且我除了王爷的宠爱一无所有，还是等局势有利于我们的时候再说吧。也是。对了，主子，咱们院里少了个秋莲，王爷又派来了一个新的丫鬟。是吗？叫出来瞧瞧。进来吧。奴婢秋玲是王爷派来伺候淑妃的。好，那你就顶了秋莲的差事，伺候我的起居吧。是。哎，这个你不用管，以后你只管伺候淑妃即可。行了，莲蓉，随我去看刘姐姐吧。是。王妃竟然让你替她生孩子，她这人的心思可真歹毒。姐姐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孩子落入她的手中。你聪明过人，我自然放心。但是你别忘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别忘了在府里还有一个能帮衬你的人。比起王妃，我倒希望你要是我姐姐就好了。哎，银杏，把香囊给我。我听闻你近日总是睡不着，便亲手做了这个安神香。听闻你也是制香高手，闻闻看，可还能用？姐姐做的比我的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日日都带着。对了，高宁婉被放出来的事，你可听说了？什么？我也是刚刚才听说的。听说他的父兄又立了一次功，跪在王爷面前求情，王爷逼不得已，只有把他放出来。不过也只是让他做了个侍妾。怎么会这样？总之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再被他刁难了。放心吧，高宁婉的事情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他父兄都是将军，自然很难办成的。我知道的，主子。您如今在王府中如履薄冰，就不要再为了我的事情烦忧了。你放心，你父亲的事情，我一定还你个公道。锦溪妹妹，高侍妾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是做什么？锦溪妹妹，从前是我猪油蒙了心，竟处处挑衅你，和你作对。莲蓉姑娘，我也是刚刚知道了你父亲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。高侍妾有话好好说，不必如此。我被王爷赶去偏院的这些日子，我才知道从前有多跋扈，多嚣张。从前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，还有，我也是刚刚知道，因为我的一时怨恨，且让莲蓉姑娘痛失至亲。莲蓉姑娘，是我管教下人不力，那害了你父亲的刁奴已经被我处置了，一应赔偿也送到了你的家中，定能让你母亲衣食无忧。高侍妾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锦溪妹妹，
我这一遭被江玉书害惨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想要在王府生存，这样姐妹之间守望相助，何必给自己树敌呢？只是不知道妹妹你是否愿意原谅我？只要姐姐以后不要再来招惹我，我自然不会找你麻烦。我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妹妹，你肯定要原谅我呀！江锦心，你没想到我已经知道是你在算计我和江玉书吧？等着吧，你和江玉书，我一个都不会放。莲蓉，你说刚你婉说的是不是实话？奴婢也不知，不过他这2天确实受了大罪，兴许看开了也说不准呢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处置了下人，应当是真的。给你母亲的赔偿，也应该是真的，也算是给了你一个交代。说到底，奴婢到底与他身份悬殊，只要他日后不来招惹主子，奴婢也绝对不会去招惹他的。你真要这样想便好了，我们就暂避锋芒。他人若来犯，我们也绝不手软。江主子可在屋里？进来，给江淑妃道喜了。原来是倩儿姑娘。你说道喜，这喜从何来啊？王妃不是要回侯府，说是特问了王爷，允许您一起跟着回去呢。真的？总算能见到母亲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。母亲，你们终于来了，神医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。神医？是啊，这位周大夫可是有名的妇科圣手，多少子嗣艰难的子女都被他治好了。夫人妙赞了。锦溪妹妹，你就让神医给你把个脉吧。是。怎么样？他可有身孕？这位夫人体格健康，不要着急，孩子嘛，早晚都会有的。废话！今日王爷日宿在你那里，竟然这般不争气。好了好了，锦心，你先去看看云姨娘吧。多谢夫人。你跟他置什么气？还不快让神医先帮你看看？你若能生，哪里还需要他？母亲说的是我想差了，还望周神医替我诊脉。好说。神医，我女儿身子如何？可还能有孕？夫人又年寿良，又刚刚小产，坏了身子，恐怕是难以再孕了。朕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若是用凶猛之药，或许能怀上，不过难以安全生产，恐怕会危及性命。哎呀，不生了，不生了！为了生个孩子把命搭上，那真不值啊！女儿，你还是让江景心生吧，不要再执着了啊！母亲说的是。对了，母亲，女儿饿了，您快去厨房看看何时才能开饭吧。女儿早就馋侯府的饭菜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想的对，现在把身子养好啊，才是最关键的。周大夫，请您给我一个生子的方子。周大夫，请您给我一个生子的方子。夫人，您的身体还没有养好，若强行怀孕的话，恐怕是会危及性命啊。您别管，只说可有生子的方子。有倒是有，可是……那便好，你只管给我生子的方子，其余的都不用管，这报酬绝对丰厚。是，我这就给夫人写方子。我一定会给王爷生出嫡子，那些女人休想超过我。锦溪，娘，这些日子你过得可好？好，我现在吃得好，住得好，比之前不知道强了多少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怎么不见荣哥啊？他呀，被夫人送去外面的私塾里面，今日有课，没空过来。云姨娘，这是夫人送来的补品，先放这吧，我一会儿就喝。你还是趁热喝吧，是夫人的一片心意呢。这日日喝，总也不见好，身子反倒越发困倦。等一下，
你说这药日日都送来？夫人说我之前做活伤了身子，因此吩咐厨房日日送药过来。你过来，把这药喝了。这是不是李姨娘的？奴婢不敢。快喝！二小姐饶命啊！奴婢不敢。说，这药里面到底放了什么？不说是吧？你若不说，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院子。我给你3个数：1、2。少人，让我把半些毒药下到补品里，常让姨娘日日都喝，不出3年必然暴毙。二小姐不管我的事。娘，你看到了吧？他根本没想放过你。怎会这样？我从未想过与夫人作对，她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江玉树他不能生了，他想让我替他生，将来把我的孩子给抱走。那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你给我听着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仍旧每天把药送过来，回去只管跟侯夫人复命，就说于姨娘每天都要把药喝得一干二净，听清楚了吗？是，奴婢听小姐。要是下次我回府的时候，发现我娘的身子又变弱，我就把你带走，带回王府，慢慢治疗。奴婢听小姐的。滚吧！你今后一定要万分小心。放心，娘不会再任由摆布了。主子，王爷这几天天天留宿在这里，想必是对主子您喜欢极了。傻莲蓉，王爷是盼着我的肚子里生出小皇孙呢。那今天我们还是照旧不准备婢子汤了吧？王妃最近一直在喝一些奇怪的汤药，想来是不死心，还想着自己生吧。既然这样，我不如早些怀孕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主子你想通就好，有了孩子，咱们才能好好谋划以后的日子。是啊，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人家。主子，你们主仆俩聊什么喜事呢？王爷，莲蓉刚刚说，王爷日日来我院子里，可不就是喜事？你呀，油嘴滑舌。来，王爷这是做什么？本王听听肚子里有没有动静。就算现在怀孕，王爷也是听不见的。他才多大呀？金心，本王是真的想和你有一个孩子，我们有个孩子，好吗？那王爷可要加把劲了。你的意思是对本王最近的表现不满？本王今晚就让你看看本王的厉害。主子，婢子汤准备好了，今日还是趁热喝吗？瞎说什么呢？你日日都在喝逼死汤，日日都在喝逼死汤。王爷，这婢子汤我没有让他送过来，其实没有要喝。你说怎么回事？是主子吩咐奴婢准备的。主子说他不想生孩子，便吩咐奴婢，只要王爷来一次，便把婢子汤准备上。奴婢不敢违抗。你胡说！我何时这样吩咐过你？江淑妃从王爷来这里起，便日日让小厨房准备婢子汤。王爷要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查。随风，查一下江淑妃的小厨房。是。王爷，你要相信妾身。妾身一开始的确因为怕怀了孕，成为众矢之的，而喝过婢子汤。可妾身知道王爷想跟妾身有个孩子之后，就没有再喝过了。王爷，属下已经查明，自从江淑妃搬到此处，她身边的丫鬟便日日久煮婢子汤，不曾断过一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是你，王爷，是他诬陷我。为你而生。
本王如此宠爱你，更是把生死的期盼放在了你的身上，就这么报答我的？其实没有。本王以为你出身卑微，只能依附本王而活，现在看是本王想多了。既然你不要本王的恩宠，那便去偏院自生自灭吧。王爷，王爷，那便去偏院自生自灭吧。王爷，王爷，江淑妃，王爷说了，让您去偏院，您还是收拾好东西，搬离婉月居吧。主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今日为何是秋离来照顾？你人呢？昨夜秋灵生辰，非要拉着奴婢喝酒，不知怎么奴婢就喝多了，醒来便是这个时辰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是我指使他这么做的。高宁婉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你从偏院回来就一反常态与我交好，原来是为了今天。我这叫一报还一报。你当日陷害我，让王妃流产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日？你既然知道是我做的，那你也应该知道我为何这么做。当初你恃强凌弱，屡次羞辱于我，我如何不能反击？难道就许你欺负人，我就不能还手了吗？我是将军府嫡女，你一个奴婢出身的侯府外侍女，也配骑到我的头上？不过这都不重要，除了你，下一个就是江玉山。好生去你的偏院待着吧，你的好长姐早晚会和你团聚。若灵，我们走。主子，我好像输了。主子，这个院子也太破了吧！要不然您跟王爷求求情，让咱换个院子吧。你以为王爷现在还愿意见我吗？别抱怨了，先收拾一下吧。是。江景熙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主子，你竟然敢私自服用婢子汤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既然你那么不愿意生，为何当初让你服绝育药的时候，你那么反抗？是在外面有哪个野男人吗？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两码事。我对王爷忠贞不二，王妃何必污蔑我？哼，忠贞不二，如今王爷早就厌弃你了。你就算再忠贞不二，也没有人能看见。况且呢，我现在已经再次怀孕，现在也用不上这肚子了。乔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心吧，我又不会杀你，这只是绝育药。既然你那么不愿意生，那我便帮你一把。你何必赶尽杀绝？你始终都是我的心腹大患，不将你斩草除根，我始终难以心安啊。锦溪妹妹，你以后就乖乖在这偏殿里养老吧。我们走。主子，你快吐出来！来不及了，已经咽下去了。主子，怎么办呀？去找些金枝来催吐。金枝，快去！是。主子，怎么样？没事了，都吐出来了。王妃这也太跋扈了！您说这后院的女人怎么就不肯放过您呢？这里的女人一生都在追逐同一个男人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？说的也是，不过主子，以后怕是您要受苦了。不，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。若是
锦心妹妹，你怎么样了？这什么味道啊？林柔，是。姐姐怎么来了？如今王爷已经厌弃我了，姐姐这时候来看我，恐怕会连累姐姐。王爷厌弃我不要紧，我主要还是放心不下妹妹你。将带来的被褥给江淑妃铺上。是。姐姐可真是及时雨，我正愁没有被褥无法安睡。你切莫担心，过2月便是王爷的生辰，那时他高兴，我再替你求求情，兴许就能放出来了。兴许就能放出来了。姐姐还是不要轻易为我求情，免得惹王爷生气。若是有朝一日我需要姐姐帮忙，一定会开口的。好吧，你也不要想太多了，吃好喝好，好好养好身体，才有精力去对付那些女人。姐姐你瞧，这是你送给我的安神香囊，我日日都带着，肯定睡得好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你且收拾着，我就先走了。姐姐慢走。怎么了这是？主子您瞧，那大厨房的欺负人，给我们的竟然是一些馊了的饭菜。这王府里向来拜高踩低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可是这怎么吃啊？怎么不能吃了？不仅要吃，咱还得吃饱了，不然怎么在这院子里活下去啊？主子怎么了？我就说这东西不能吃吧。莲蓉，我的月事是不是推迟了？好像是推迟了4、5日。不过您的月事向来不准，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难道您怀孕了？别喊，小心隔墙有耳。难道您怀孕了？别喊，小心隔墙有耳。这件事情别告诉任何人。可是为什么呀？如果王爷知道你有孩子，肯定会让你出去的呀。这件事情尚且不能确定，我们又不能找大夫，只能按兵不动。日子长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况且在这院子里反而更安全，不是吗？这个你拿去打理一下小厨房，别给我们吃馊饭就行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那婢妾想要王爷的一支笔习字。好啊，练不好的话可是会脸罚的。王爷，你可真是个过人的小妖精。婢妾只想勾着王爷。王爷，王爷。他被关了多久了？他是谁呀？哦，江淑妃呀，被关有2个月了。王爷，您今日生辰宴，可要叫江淑妃出来参加宴会？提江淑妃干什么？是属下多嘴了。今日是本王生辰，请大厨房多备些食物，给各院发过去，全当是客服庆祝了。那个偏院也要送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尤其是偏院，这食物一定要特别丰盛。话怎么那么多呀？快去！哎，江锦溪，你对我到底是不是真心？主子，今天王爷生辰，何府庆祝，大厨房那边还特意多给我们1碗鸡汤。一会儿将我绣好的东西给柳翠妃送过去，叫她不要送东西了，东西够用啊。如今柳侧妃也是知道你有身孕的，可万万不能马虎的，这才屡次送东西过来，您就不要辜负她的一番好意了。趁热喝吧。好。怎么了，主子？这鸡汤味道不对劲。这鸡汤是今日大厨房给的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自从怀孕之后，我的嗅觉异常敏锐。这鸡汤味道我也说不上来。
这鸡汤有毒。这鸡汤有毒，主子，他们是要害你，想要您的命啊！主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驱邪，假意中毒。今日王爷生辰，是王府里既热闹但也混乱。你一会儿就去找王爷，说不定咱们就能借机出去。我明白了，主子，您这是想将计就计，不如就用我的血吧。王爷生性多疑，如果您身上有伤，他肯定会怀疑你的。不行，别犹豫了。拥抱的日子，彼此谢谢你。主子，这鸡汤有毒啊！王爷生性多疑，我要不是真的中毒，说不定他会怀疑是我自己给自己下的。你放心，我只喝了一点。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你去喊救命，往正院跑，动静越大越好。是。救命啊！我们家主子中毒了！救命啊！糟了，这鸡汤的药效如此厉害，大事不妙。救命啊！江淑妃中毒，孩子将不保了！救命啊，王爷！这里是正院，不得入内。我家主子江淑妃中毒了，眼看孩子就要不保了。莲蓉，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我家主子今天就喝了一碗小厨房送来的鸡汤，之后便腹痛难耐，呕血不止，眼看孩子就要不保了。锦心怀孕了？是，已经有3个月了。莲蓉，莲蓉，哎，王爷，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宾客们可都等着呢，不如让臣妾去。让他们等着。随风，叫御医去偏院，快！是。这个贱人，这都没毒死他。王妃放心，那毒药厉害得很，她多半是活不成的，更别想生下王爷的孩子。希望如此吧。王爷的第一个孩子，一定得是我生的。锦心，主子，锦心，主子。锦心，你醒醒！锦心，御医，快过来看看！糟了，淑妃这胎有危险呐！你的意思是，这胎不保？淑妃现在中毒不深，还不算棘手，但腹中胎儿受到影响，胎相不稳，急需稳胎呀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王爷莫急，下官这就为淑妃施针诊治。快！姐姐，你醒了。王爷，感觉怎么样？真的是你们王爷？妾身不是正做梦吧？淑妃现在胎相已经稳定，毒也解了，接下来只要好生休养即可。送太医回去。奴婢去问问太医，主子的饮食可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？去吧。你可知道？王爷，妾身好怕，妾身怕你的孩子没了，妾身怕再也见不到王爷，妾身的命好苦，妾身比任何人都想给王爷生孩子，可竟不知为何会遭遇灭顶之灾。你寄回来孩子，就说明你没有服用避子汤，是本王错怪你了，本王会补偿的。妾身不要补偿，妾身只想待在王爷身边，还求王爷不要再抛弃妾身了。都是本王的错，本王定不会再负你。你说什么？江锦心怀孕了？千真万确，听说是因为中毒了才被御医诊断出来怀有身孕，王爷亲自将她抱回了梅香居。糟了，想必王爷应该知道江锦心喝避子汤也是被冤枉的。
保不齐就会查到我的头上。主子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只要没有证据，纵然江锦心说是我陷害了他，想必王爷看在将军府的面子上，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主子说的是，但是我们该如何销毁证据呢？秋玲，你凑近过来，我说与你听。只要你死，他便死无对证了。中毒，想必是江玉书先知道了江锦心怀孕一事，便先下此毒手。哼，江玉书，想必你现在应该在着急处理证据吧？我又怎能让你如愿？你说江锦心没死，腹中的胎儿也没事，他还被王爷带回梅香居，想来王爷是不会再责怪他的。巧儿，你赶快去厨房看看那些痕迹是否清理干净了，千万不能让王爷查到我们头上。是。真是福大命大，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，还是保住这个孩子要紧。侧妃，高世熙和王妃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哦，看来他们已经开始慌不择路了。王妃一定想不到江淑妃怀孕的消息是您透露给她的。哼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可什么都没做。不过是有心之人听到了我们的无心之言罢了。侧妃说的是，去备些礼物，我们也该去看看我的锦心妹妹了。是。王爷，属下去婉月居时，秋玲已经畏罪自杀，属下无能。秋玲一死，事情便没法继续查了。这事明显是高氏做的，既然他舍弃了秋玲，那本王也不好再追究了。近日高将军又为本王做了很多事，多给锦心一些补偿吧。下毒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倒是抓到了一个在厨房的婆子，险些让她给逃走了。幸而她不知被什么人绊住了脚，没能逃走。但是她抵死都不肯说出实情。本王倒是要去会会这个疯婆子，看她的嘴到底有多硬。江淑妃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不是来盯着你的。我知道毒是你下的。你知道？我不仅知道是你做的，我还知道这院子里大半的女人都遭到过你的毒手，不然为何这么多年王爷一直无此？江玉书是想让王爷的第一个孩子从他肚子里出来了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要你揭发王妃，将她残害王爷子嗣的事情全部告诉王爷。我要你揭发王妃，将她残害王爷子嗣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王爷。不行，我不能出卖王妃，王妃对我有救命之恩。救命恩人，你知不知道你当年被人诬陷偷了厨房材料这件事情就是王妃做的？她这样做只不过就是想收买你而已。这不可能！你有个女儿是吧？我听说江玉书想把你的女儿许配给大总管的傻儿子，以笼络人心，你还在替他遮掩，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。王妃怎么会这么对我？她竟只想着利用我。她不仅利用你，她还吩咐俏儿在帮你逃跑的路上趁机除掉你。要不是被高宁婉的人绊住了手脚，被王爷的人抓了来，也早就没了。竟然是这样，怪不得俏儿姑娘看起来那么奇怪。主子，王爷来了，好好考虑考虑。你要是愿意帮我，你的女儿我自会替你安排。王爷，这就是那个厨房婆子，一点伤痕都没有。随风，你真是越来越没有手段了。他不说，不知道换个法子问吗？是。我说，放开他！是王妃，是王妃。你说什么？王妃自己怀有身孕，后得知江淑妃也怀了孕，为了保证自己生的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，她就让奴婢下毒残害江淑妃。一派胡言！玉书贤惠善良，怎么会做出这等恶事？
定是你这婆子在恶意攀咬。随风，杀了他。是。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知道错了，大人。我说，把剑放下。不只是江淑妃、柳侧妃，还有之前怀孕的其他后院主子的孩子，都是王妃害的。给我一五一十的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，一个细节也不要疏漏。那年王妃入府，原来是这个屠夫，难怪本王一直没有子嗣。原来是这个屠夫从中作梗。王爷息怒，王妃她还怀有身孕。处理掉他。是。不，大人，你饶了我吧。主子，王爷为什么要杀了他呀？王妃始终是王妃，王爷不会让任何人玷污了瑞王府的名声。不过，王爷应该不会这么轻易放过王妃的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女儿找个好人家嫁了。来人，把七鸾院给本王封了！王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江玉说：“本王真是小瞧了你，戕害皇子，残害亲生姐妹，你如此蛇蝎心肠，还有什么事是你不该做的？”王爷何出此言？妾身也想与众姐妹和平相处，怎会做如等恶事？那厨房的婆子都招了，你还想狡辩？要不是看见你怀了孩子的份上，本王定会启奏陛下休妻。休妻？妾身是侯府嫡女，是陛下亲封的瑞王妃，王爷凭什么休了我？凭你让本王无子，我就能休了你。别说是你，齐远侯府也逃不了干系。你最好好好的给我把孩子生出来，不然你自身难保。对，你既然要好好养胎，后院的事情就别管了，本王会交给柳侧妃全权代理，江淑妃从旁协助。不，凭什么要江锦妃分我的权？我知道了，王爷，你喜欢他，你是不是想让他代替我？我不同意，我死都不会同意的。王妃精神失常，囚于七鸾院，永世不得出。王妃，王妃，你冷静冷静，别伤了肚子里的小皇孙。何妈妈，我苦心经营了这么久，到头来还是输给了那个外室女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必是江锦熙挑拨，否则王爷怎会休了我？住嘴！如今我们只有帮着王妃安心带下小皇孙才是，需要说这种话，还不快扶王妃去休息？是啊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侯夫人。锦心妹妹，这些是我给你带的。姐姐，自从我去了偏院，你就日日差人送来东西，结果我都出来了，还要送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你现在出来了，我肯定要送些礼物祝贺你啊！再说了，这里面好些东西可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肚子里的宝宝的。姐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妹妹就却之不恭了。对了，听说王爷封了西鸾院，王妃也因此动了胎气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故，会不会和你中毒有关？王爷不让我管此事，但是我听说冤枉我的婢女跟下毒的婆子都被处置了。既然王爷也说此事到此为止，我也不好再追究了。要我说呀，此事一定是王妃所为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再被她算计了。说起来，那偏院里有王妃的眼线，不然我怀孕的事情她怎么知道的？啊，她毕竟在王府这么多年，有些自己的眼线也是正常的。对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御医说要你好生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莲蓉，把柳侧妃送的东西都送进库房，别乱动。主子这是不信任柳侧妃？我怀孕的事情
只有他知道，不得不防。是。对了，今天你去外面帮我买一个材质一般的木偶玩具。主子，你要这个做什么呀？自然是有大礼物。本王只是将王妃禁足，你可有不满？妾身不满，很不满。妾身险些失去了和王爷的孩子，妾身真是恨透了王妃。可妾身知道，王爷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局考虑。王妃乃是陛下赐婚，身后又有7院侯府，现在还怀有身孕，一旦得此，那王爷就有了自己的嫡子，日后图谋大业也是有帮助的。你如此聪慧，本王着实没有想到。妾身才不聪慧，妾身只知道要与王爷长相厮守，帮助王爷做想做的事情。要是能得到一点王爷的真心就好。你如此待本王，本王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那王爷就多喜欢臣妾一点，好不好？整个王府，本王来你这儿的次数最多，还不够喜欢你。对了，过几日你去七院侯府一趟，王妃的事情，七院侯早晚会知道，你去告诉他，王妃知错，不影响瑞王府和七院侯府的关系。妾身明白。对了，王爷，你把眼睛闭上。你个贱鬼，又想干什么？你看，妾身听府里的老嬷嬷说，以前王爷的生母会在王爷生辰的时候给您雕刻一个木偶人，想必王爷的生母离开之后，王爷就再也没有收到过木偶人，所以妾身在聘院的时候就自己雕刻了一个。可是妾身手笨，雕刻的不好，王爷您别嫌弃。从来没有人在意过本王真的想要什么，千玺，你是第一个。你为本王做的一切，本王都记在心里，本王绝对不会负你。主子，要奴婢说，您真不该来这侯府的，何必为了王妃那种人来向王爷求和呢？你不懂，王爷让我做这件事，一是信任我，二也是给了我在父亲面前提升地位的机会。若江玉书倒了，这侯府必定扶持我。主子说的是奴婢蠢笨了，那我们去找侯爷吧。等等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夫人莫怪，我今日是奉了王爷之命，有要事与侯爷相商，晚些时候再跟夫人请安。什么事？难不成王爷要休了玉书？夫人多虑了，王爷说了，王妃永远是王妃。玉书被禁足的事，你可以发搭救。夫人既然已经知道王妃被禁足，那就应该也知道她被禁足的原因。祸害王爷子嗣，先后害死了王爷3、4个孩子，就连我也差点惨遭毒手。王爷没有休妻，已经是顾虑这场婚事是陛下赐的婚，我又有什么法子？这很简单，你不是也怀孕了吗？你寻个借口找个法师进门，就说孩子胎灵弱，难以出世，本该投胎到正妃肚子里，却阴差阳错的进了你的肚子。你需要跟正妃同住一屋檐下，生产之后还要将孩子记在正妃的名下，这孩子方能保命。只要你答应，剩下的事我来安排。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娘和你弟弟还在我手上。你若是不答应，那我就找个机会处死他们。夫人慎言，现在王府后院都由我来打理，王妃又被禁足，你说我要是这个时候做些什么手脚，是不是很容易呢？你敢？本王妃立刻处死他们，我立刻杀他们。好啊，那就看夫人是不是也急着收到王妃的尸首。别揉，我们走，父亲还等着我呢。贱人，都是一群贱人！绝不会让你伤害我的锦溪。回夫人，宝贝女儿回来了。为夫听说了啊，你怀
怀了王爷的指示啊，给我们齐远侯府争光了呀！父亲心情倒是不错，难道没有听说王妃已经被王爷终身囚禁了吗？哎呀，他残害王爷子嗣，活该！我记得长姐出嫁的那一年，父亲亲口说，王爷的第一个孩子必须出自于齐远侯府，不是吗？那又能怎么样啊？啊，他做事不干净啊，给我们齐远侯府丢脸了。你这次回来，我也可以有话交代。还真是冷血，母亲都有些可怜江玉书了。王爷说，王妃的事情不影响齐远侯府和瑞王府的关系，还希望侯爷继续为王爷效力。好，太好了啊！只要我们侯府跟王府一直交好，那我跟云儿，可以显之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！所以我这次回来是想跟父亲做一笔交易，你要跟为父做什么交易？父亲不是一直希望王爷的第一个孩子出自于齐远侯府吗？这个孩子是长姐的还是我的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但是舒儿已经怀有身孕，她的孩子出世才是名正言顺的嫡子。父亲有所不知，长姐身子弱，原本是无法怀孕的，这一胎更是求了特别凶险的药才怀上。且不说能不能生下来，就算生下孩子，那也容易命丧黄泉。难道侯府是想要一个出生就背着克母名声的孩子吗？只有此事。更何况王爷已经厌烦王妃，又怎么可能重视王妃生下的一个孱弱的孩子呢？那你究竟要为父做什么？我要王妃这一胎生不下，放弃这个孩子，王妃尚能捡回一条命。可若是执意生下这个孩子，那就是一尸两命，何苦？筹码不够。王爷曾经承诺过，若是我生下孩子，无论男女都会封我为侧妃。真有此事？当然，父亲要是不信，要不亲自去问问王爷。为父自然不会去问王爷，但是这件事我会告诉夫人。我想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命丧黄泉。曾经在王府里面的人手我都会传给你，你可要好好的保护好这一胎，为我侯府争光。父亲想通就好。还有一件事情需要父亲帮忙，我要父亲帮我做一件事，让我立刻当上侧妃。主子，侯爷可答应您了？很快，我这个孩子将成为天之骄子。江玉书，你应该感谢我救了你一命呢。那便好。主子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去看看我们的高侍妾呀。他费尽心思把我送进偏院，咱们也要投桃报李才是。主子说的对，我们可要好好的照顾一下高侍妾。主子，这正院今日怎么如此清静？王爷不在吗？快，都注意点，快！江淑妃，正好，麻烦您照顾一下王爷，我这就去请御医。王爷怎么了？王爷遇刺了！不行，不行！主子！御医，王爷伤势如何了？王爷的情况恐怕不容乐观。可王爷并没有伤到要害。正是，所幸没有伤到要害，王爷才能支撑到现在。但是王爷失血过多，若是醒不过来，那就糟了。你胡说些什么？王府这么多灵丹妙药，怎么可能救不了王爷？王爷，您终于醒了，吓死妾身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
王爷，您可吓死我了！要不是哥哥救了您，您怕是现在已经出事了。高将军确实对本王恩重如山。随风，你去请旨，恢复高氏侧妃身份。是。多谢王爷。御医，赶紧再看看王爷的伤势怎么样？是。王爷的伤势恢复的不错，也没有发烧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需要多些休养。去给本王开2副药。是，下官这就去开药方。王爷，让妾身今晚留下来陪您吧。高侧妃今天也受到了惊吓，随风，送高侧妃回去休息。王爷，回去。高侧妃，属下送您回去吧。锦溪，你过来。王爷，你快躺下。你知道吗？本王遇刺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了你，害怕再也见不到你，害怕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孩子出事。锦溪，我特别怕。王爷别说了，锦溪知道，锦溪已经得到王爷的真心了。我封高氏为侧妃，你可生气？锦溪知道，王爷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局，锦溪只需要照顾好王爷，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，王爷自会护锦溪周全。本王身边有锦溪，真是幸事啊。好了，赶紧休息吧，锦溪会陪着王爷。颜容，主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找到侯爷留给我们的人，让他们找一些杀手来，今天晚上刺杀王爷。主子，咱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高将军救王爷有功，高宁婉被重新封为侧妃。什么？高宁婉的运气未免也太好了些吧？是啊，这样好的运气，咱们也可以有。主子，您的意思是，既然王爷已经付出了真心，那我就把他的真心牢牢地握在手里。锦溪，锦溪，王爷我在呢。本王方才做了梦，梦见你出事了。王爷都说了这是梦，妾身没事的，妾身会永远陪着王爷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怎么遇刺了？本王没事。父皇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皇兄们多少都会动点手脚的。眼看要到约好的自杀时间了，他怎么来了？姐姐放心，太医说了，王爷只要好生休养就没事了。妹妹会在这里好好陪着王爷的。妹妹，你怀着身孕，如何在这儿熬着？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照顾王爷就行。可是我……柳侧妃说的对，你还有孕在身，不适合再操劳。好妹妹，你就回去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照顾就行了啊。看来只能取消这次计划，另寻机会了。瑞王，受死吧！瑞王，受死吧！王爷小心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他狗命！王爷，别过来，不然我杀了他！不要伤害他，什么事情本王都答应你。我受人之托，取你性命，除了你的命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休想！那就让他做我的垫脚石吧！且慢，我答应你。王爷不可！这个杀手怎么会伤害我？不对，这不是父亲那边找的假杀手。
王爷，你不能答应他，你不能有事。本王自己一刀，你放开他。好啊，王爷，那你请吧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这可不够啊！姐姐，别怕，都过去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都是本王的错，都是本王的错。江景行，不能再留你了。真是吓死奴婢了！怎么还进来了真的杀手？父亲的人怎么没有来？还不是因为侯爷听说了您的计划之后害怕了，之后又后悔了。还好您没有什么大事儿。王爷是真的将真心交付于我了。主子在想什么呢？没事。对了，今天的事情让我确定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刘侧妃喜欢王爷。可是这后院的女人哪个不喜欢王爷？不，她对王爷是爱。王爷遇到刺客的时候，她能舍身相救，我自认是做不到的。可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忍受自己喜爱的男人去宠爱另外一个女人？莲蓉，你说她与我交好是为了什么？奴婢不知，不过柳侧妃对您挺好的，并无恶意啊。人心难测，还是小心些吧。是。主子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痛。御医，快叫御医！是。主子。御医。淑妃这是中毒了呀！中毒？那可严重。这是一种慢性毒，幸好中毒不深，吃几副去毒的药，胎相也会稳住。看看这参汤，是不是这参汤里有毒？不是这参汤。那是什么？奴婢与主子同吃同住的，除了今日这参汤，并无不妥呀。御医，你看看这个是否有问题？正是这香囊有毒。正是这香囊有毒。这香囊是……你继续说。这香囊怎么了？这里边本是一些安神的香味，闻起来倒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有一味香料确实特殊，旁人闻了无事，若是孕妇长年累月佩戴身上，必会影响胎相状态，就如中毒一般呢。一般人真看不出来。那麻烦御医帮我开几副驱毒安胎的方子。莲蓉。是，请。主子，您笑什么？看来是我多想了。这王府里哪有什么真情？这柳侧妃还真是恶毒，您待她就如同亲姐妹一般，没想到她这样对您。带上香囊，我们去会一会我的好姐姐。姐姐真是好手段啊，真是好好的给我上了一课。妹妹这是什么意思？姐姐听不懂。好啊，那我便开门见山了。你爱王爷，但我不爱，所以没有必要这么急着对付我。你不爱王爷，什么意思？你针对我，无非就是忍受不了王爷对我的宠爱，更不想我生下王爷的第一个孩子。因为这些都是姐姐你想要又得不到的。哼！在我入府之前，王爷曾去我家中做客，那个时候我便爱上了他。进府之后，我还怀上了王爷的第一个孩子。如果不是江玉书，现在我与王爷定是情谊浓厚，哪会有你什么事？就算你生下王爷的第一个孩子，
你也不可能跟他情谊浓厚。王爷要的始终是你首富家的财力。姐姐这么聪明，不会不知道吧？姐姐这么聪明，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知道，王爷本来就是一个性情薄凉之人，我也从未奢求得到过他的真心。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对你情根深重，究竟有什么特别？姐姐，我只是想要好好生下这个孩子，以后不被人踩在脚底下，我们的利益不冲突。王妃已经废了，只要除掉高侧妃，姐姐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任王妃。得不到她的真心，当她的妻子不好吗？得不到他的真心，当他的妻子也好。好，我可以帮你解决高侧妃，但你必须帮我得到王爷的真心。这就对了，我的好姐姐，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守望相助才是。莲蓉，这几日你找人盯着柳侧妃，一有动静，马上过来禀告我。是。说起来，追了好几日了，侯夫人怎么还不进王府来劝说王妃？难不成是不想舍弃这个孩子？侯夫人对王妃向来是比较心疼的，想来也不应该为了一个孩子让自己的女儿白白送命才是啊。淑妃不好了，王妃小产了。什么？你可知道原因？听说是慈王侯府的夫人突然暴毙，王妃受到了刺激，这才导致小产的。侯夫人暴毙了。侯夫人暴毙了。是的，这话是侯王府的人说的，千真万确。哦，对了，王妃，这有封您的信。锦心，娘已为你扫清障碍，愿你一切顺遂。原来是娘做的。主子，要不要我们去看看王妃？走。你实话跟本王说，王妃情况怎么样？王妃的身体本不宜生产的，这胎强行怀上，又骤然受惊流产，如今已是油尽灯枯啊！本王知道了，你尽力救治便是。是。王爷，王妃怎么样了？王妃怕是时日不多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江淑妃，王妃叫您进去。你先进去看看吧，本王还有公务要处理，就不进去了。你们两个丫鬟出去，我有事要与江淑妃单独聊聊。我要死了，你可满意？满意啊，姐姐坏事做的太多，早应该想到有这一天。我今日叫你来，不是为了与你斗嘴的，我是有事要托付于你。王爷宠爱你，待日后王爷荣登大宝，你的地位必定会水涨船高。我想让你照拂我弟弟，照拂齐远侯府。姐姐说笑了，以我跟姐姐的关系，我不对令弟下手就已经不错了。你可以提条件。好啊，我要当王妃。什么？你要当王妃？你一个庶女，就算我与王爷说了，他又如何会听我的？这个我自有法子让王爷松口。姐姐只说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当王爷荣登大宝，你的地位又岂会比一个王妃差？为何一定要是王妃呢？因为那是姐姐你的位置，我就是要一步一步把你珍视的东西全部夺走。王爷的第一个孩子，你的王妃之位，甚至是你嫡女的身份，我全都想要。难道我母亲的死与你有关？她的死跟我没关系。不过姐姐若是不答应，那姐姐的弟弟日后如何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当时就应该直接杀了你，没想到你竟然长成了一匹豺狼。
那不都是姐姐逼的吗？若不是当初对我母子3人一再凌辱，我又何苦走到今天这一步？姐姐，失去一切的滋味如何呀？刚才的提议，姐姐好好考虑考虑。不过，姐姐的时间可不多了。传消息给我父亲，告诉他，我让他做的事情可以开始了。是。锦心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怎么了这是？可是有启示啊！今天见那边说，皇室有孕女子腹中的胎儿出现了可以兴国运的紫微星，整个皇室如今只有你怀有身孕，父王大喜，就封你为侧妃。父王大喜，就封你为侧妃。真的？那王爷呢？皇上可说要赏赐王爷。父王私底下跟我说，若这一胎诞下皇孙，就把太子之位传位于我。太好了。可是，万一妾身生了女儿怎么办？那就再生一个。再说了，本王也不至于靠一个孩子上位。若是皇孙，便是锦上添花；如果不是，本王亦有办法跟那些皇勋抗衡。王爷对妾身实在太好了，王爷有没有想过，妾身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？本王不在意这些，况且本王觉得你有报答的方法。哎，御医说你的胎象很稳，可以行房事了。如何了？钦天监称江淑妃这一胎是紫微星转世，皇上大喜，封江淑妃为侧妃。侧妃？我倒是小瞧了这个江景星，他想利用我对付高凝婉，但我却觉得他才是我最先该除掉的人。主子，您不是让我盯着柳侧妃吗？我看她最近身边的银杏倒是鬼鬼祟祟的，和后院的张管事来往甚密。她终于有所行动了。不过张管事是管理后院花木的，高凝婉一向不喜欢这种东西。他联系张管事，是想怎么对付高凝婉？没准张管事认识什么高凝婉的心腹呢？咱们只需借着柳侧妃的手，除掉高凝婉即可，管他用什么法子呢？说的也是。哎，这花可是今天花房特意送过来的，开的可真好啊！是啊，花房有心了。等等，你说这花是花房今日送过来的？是啊。去叫御医。是。别声张。明白。主子。怎么样，大人？这花可有异样？回侧妃，这花并无异样。看来是我多想了。无论如何，奴婢还是把这花放得远一些吧。哎，这花的土怎么这么红啊？我来看看，这土里掺着东西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侧妃要是长期修剪，用这样花土修出来的花，生出的胎儿啊，十有八九是畸形啊！什么畸形？主子，奴婢这就把花扔得远远的。多谢大人，还要麻烦大人帮我多开几副安胎的药。今日事情，别让王爷知道。下官明白。主子，这柳侧妃还真是恶毒啊！她3番2次的陷害您，您都没有揭发她，她倒好，还想着害您呢。她这是聪明，听到我被封为侧妃的消息，便知道我才是她最大的敌人。只要把我铲除，高凝婉就好对付多了。那主子，咱们要不要告诉王爷？王爷需要他们柳家的财力，无凭无据，是不会对他怎么样的。既然他还想对付我，那我也绝不会手软。他和高凝婉一个都不能留。走，我们再去看看柳姐姐。妹妹被陛下封为侧妃，
我还没去看妹妹，妹妹倒先来我这儿了。姐姐不必在意，诸王府迟早都是姐姐的。我今日来，是给姐姐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哦，什么大礼？莲蓉，肚兜，这就是妹妹说的大礼。这可不是普通的肚兜，这是高侧妃赠予自己府内侍卫的贴身肚兜。这竟是高侧妃的。那妹妹的意思，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。那日路过柴房，见高侧妃正与那侍卫行苟且之事。我这么一打听，才知道原来高侧妃在当初扁鹊偏房的时候，两人便勾搭上了。想来是高侧妃不甘寂寞吧？这可真是一份大礼。说来也巧了，我又正好救了那侍卫的母亲一命。那侍卫说粉身碎骨也要报答我呢。姐姐，我如今将那侍卫赠予你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。妹妹可真是好算计，自己不出手就想扳倒将军的你。姐姐想让我助你当正妃，总要做些什么吧。好，那妹妹就等我个好消息。那我就静候姐姐佳音了。主子，我们要按照江侧妃说的对付高侧妃吗？江景星自己不想出手，我可不会放过除掉高凝婉的好机会。我只需要等江景星生下畸形胎儿即可。眼下对付高凝婉才最要紧。主子说的是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让那个侍卫把高凝婉约出来，我们好好谋划一番。高侧妃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脱衣服呀！高侧妃，别太着急啊！又不是第一次了，矜持什么？一直怀不上孩子，如何能不急？只要是能让我怀孕，以后好事少不了你。侧妃，我们要是被发现了，怎么办呢？胡说，怎么可能被发现？高凝婉，你在干什么？王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听我解释。妹妹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真是糊涂。柳玉茹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王爷，是柳玉茹陷害的我，你听我解释。捉奸在床，你还要狡辩？我一路跟过来，急不可耐的样子，可一点都没有不行。王爷，其实也是迫不得已，你饶了我吧，王爷。怎么？本王逼你通奸？妾身一直怀不上孩子，实在太想要个孩子留住王爷您了，这才出此下策呀。说本王不能生？不，妾身不是这个意思。王爷息怒了。来人，把这个男的给我拉出去宰了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你将高氏给我囚于偏殿，有事不得出。不，我可是将军府嫡女，王爷你不能这样。对你已经很仁至义尽，本王相信将军府不会养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。在这王府里，不知廉耻的女人可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多少女人都在外边找别人生过孩子，王爷你就是不行。还有那江锦心，她肯定也是找别人生了孩子，肯定是。放肆！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她拖下去！王爷你就是不能生，就是不能生。主子，这高凝婉也真是的，自己被捉奸了，还陷害主子您。不过王爷不会真的相信您这一胎不是他的吧？王爷会相信我的，更何况我这一胎可是紫微星转世的身份护体，我那父亲还是有些本事的，擎天剑都有门路可以运作。看来齐远侯府真的是棵好乘凉的大树。主子您说的是，现在王爷整颗心都在您这儿，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不过现在高侧妃倒台了，咱们要怎么对付柳侧妃呢？莲蓉，你知道王爷不能生的谣言是谁传出来的吗？谁呀？柳月如。怎么样，本王的声誉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本王真的有声誉问题？啊，不，王爷你误会了。下官是发现王爷近日火气过旺，已影响了肝肾，长此下去恐不是长寿之相，
还望王爷多多休养身体。知道了，你快说，本王的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王爷放心，您一切正常，生个10个8个孩子都不是问题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本王今日找你问诊一事，万不可跟别人提起。下官明白。退下吧。当年晚听下面的人说你想见我，有话对我说。是啊，我有一个这王府里最大的秘密要跟刘姐姐说。什么秘密？那年王爷到将军府和哥哥切磋武艺，我躲在那个门缝里面看了好久。王爷的剑舞得可真好看，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世间最好看的人，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嫁给他。可偏偏江玉书先进府成了王妃，我不甘心，我只能央求父兄让我进王府成了侧妃。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废话的。再后来我嫁进王府，王爷待我极好，好到我以为他只爱我一个人。可后来王府进了一个又一个女人，我才发现他对这些女人都很好，可这些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娘家对王爷的大业有助。王爷的心中有凌云之志，这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再后来我开始跟各种女人斗，我以为只要斗赢了他们就能得到王爷的独宠。可是后来我发现王爷根本不爱这些人，他爱的只是这些女人肚子里的孩子。于是我开始寻求各种生子秘诀，我只怀了一次又意外流了。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怀孕过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传闻，王爷身体出了意外，不能再生了。后院大多数人开始借种上位，我犹豫了很久，也决定借种。只要我生个孩子，就能得到王爷的独宠。可是刘姐姐，这传闻是假的，王爷其实好得很。你说这传闻是从何而来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从未听过这个传言。是你用这传言毁了我。是你用这传言毁了我。有孕辱，我要杀了你！死到临头，我也不妨告诉你，这个传言就是我传的，因为我不想看你们与王爷亲热。每当想到王爷要与你们这些女人耳鬓厮磨，我就嫉妒的发狂。只要你们知道王爷不能生育，你们一定会去借种生子。到时候王爷发现你们与人私通，就会把你们一个一个都除掉。最后王爷就只能剩我一个人，而你们都不配爱王爷，都不配。王爷，王爷，高侧妃已经没气了。高侧妃已经没气了。刘姐姐，杀了高姐姐。就是本王没想到你是这么蛇蝎心肠的人。王爷，你说我蛇蝎心肠，我对你可是一片痴心啊！你再怎么痴心，也不是你诬陷王爷、伤害他人的理由。江景熙，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。你先是利用我扳倒高侧妃，现在又利用谣言来扳倒我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你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不用这么说，简心，是本王查出来的。你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吗？本王本来觉得你虽然是商户之女，但也算知书达理，甚至把后宫交给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本王的？江景熙，我都有点佩服你，你是怎么把这样一个多疑无情的男人算计成一个傻子的？不用质疑我与王爷的感情，口口声声说不爱王爷，可到头来不就是为了王妃之位吗？什么？刘姐姐曾经找过妾身，说可以帮助妾身诞下小皇孙，可前提是要先帮她登上王妃之位。妾身心里念着长姐，对刘姐姐多番劝解，这件事情影响后院和谐，就没有告诉你，是妾身的错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江景熙，你竟敢质疑我对王爷的真心，我杀了你！即日起，柳氏贬为奴，囚于偏院，永世不得出。柳氏贬为奴，囚于偏院，永世不得出。不，王爷，我是首富千金，
我对你还有用啊！只要你不让我离开，哪怕是做你的侍妾、通房也行。只要你让我继续留在你身边，王爷，王爷。随风，把这院封了，任何人不得进。另外，好生安葬高氏。高氏和柳氏入门时都是明媚如花般的女子，怎么如今变成了这样？是他们的贪念害了自己，王爷不必多想。本王承认，本王对于他们算具多余情爱，但王府有享不尽的荣华，本王以为他们会满足，难道是本王错了吗？王爷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心中有大志，怎可被儿女情长牵绊？是他们被情感牵绊其中，迷失了而已。那你呢？你会被情感牵绊吗？妾身相信，王爷无论走到哪里，心里都是有妾身的。本王定不负你。王爷，主子，不好了，王妃病危了。王妃，你怎么样了？王妃，你还有什么事情想做吗？你们说高宁婉死了，刘玉茹疯了。是，事发突然，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，还刚巧被王爷撞见了。或者淑美是有些本事在身上的，先是紫微星转世，被封为了侧妃，才借刀杀人一尸二女，除去了高宁婉和柳玉茹。如今这王府的后院已经是他的天下。王妃，你赶紧好起来吧，咱们千万别被江锦熙给比下去了。一切都太迟了，以后的七院侯府都要靠他江锦熙了。何妈妈，去把王爷叫进来吧。是。怎会突然如此严重？妾身早已是油尽灯枯了，哪好到今日已是不义。王爷，自妾身加入王府，未能替王爷开枝散叶，打理好后院，反而做了许多错事，是妾身的错。如今临死之际，玉茹只有一件事求王爷答应。你说，父亲前些日子抬了锦溪妹妹的生母云姨娘为正室，如今锦溪妹妹也算是侯府嫡女了。待我死后，还望王爷娶她为正妃，也不算辱了我侯府门楣。你是想将王妃之位留在七院侯府？妾身一生为了侯府，还望王爷能帮妾身延续侯府荣光，求王爷成全。一切躺好。王爷，待静心产子之后，封她为正妃。多谢王爷。娘，您别生女儿气，终究是输给了那个外室女人，你别生气。只为你情深，你点过我的呼吸，那一面雨季。主子，您不恨王妃吗？为什么还要给她收拾？这世间的爱和恨，谁也说不清楚。谁能想到，王爷会舍命救我？江玉书会在临死前让王爷封我为王妃。要我说呀，这后院的女人啊，都是为了争一个男人闹的。要是所有的男人都只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多悲惨的事情喽。所有的男人都只跟一个女人在一起。主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那以后给你找一个一心一意的男人嫁了，可好？主子，不好了，侧妃，柳侧妃她疯了。你说她有身孕了？是的，大概1月有余。宝乖，算了，好歹也是王爷的孩子，留下就留下吧。主子，这一胎我们真的要留吗？就当是给肚子里的孩子积德。这王府里真心爱王爷的，可能就只有他一个。
那就麻烦太医给他开几副安胎药。那是自然。我这一胎应当也快到生产的日子了，要是到时候不好生，就糟了。侧妃放心，您这一胎10分好。主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要生了，快回院去，我去找稳婆。坚持住，主子。小飞，用力，孩子很快就出来了。主子，你省着点力气，不然一会儿该没力气生孩子了。王爷呢？王爷在哪？王爷他……快说呀！今日暗王造反，宫门突变，王爷正在宫门处与暗王的人马对峙呢。不过暗王派的人马众多，恐怕这一次王爷真的凶多吉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主子，您别着急，现在您把孩子生下来最重要，其他的您什么都不要想。你说的对，王爷要是赢了，我的孩子便是太子，那才算苦尽甘来了。小飞，用力，快了，用力。王爷，府里传来消息，高侧妃快生了。什么？王爷小心！孩子快出来了！我已经看到头了，再用力，侧妃！恭喜侧妃，贺喜侧妃，生下一个小皇孙。王爷还没回来吗？还没。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侧妃不好了，王爷浑身是血都回来了。乱叫什么？万一冲撞到侧妃怎么办？还不快滚！是。我要去找王爷。主子，你不能动啊！你刚生完孩子不能动啊！小心！妾是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的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可是他们说你浑身是血的回来了。那是别人的血，我怕吓着你了，所以回去换了身衣裳。怎么会有事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王爷，妾是给你生下了小皇孙。本王知道，辛苦你了。只要是为了王爷，妾身做什么都愿意。对了，本王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王妃已经攀了有功，父王很高兴，封我为太子了。陛下真的封你为太子了？这是自然，不日便会有圣旨降下。太好了，王爷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这就高兴了。本王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。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。本王已经亲旨封你为正妃，7日以后，你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吓傻了吗？臣妾高兴，臣妾是高兴的。从今往后将与你长相厮守，不离不弃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居于人下，世人欺凌了。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皇六子睿王，勤勉爱民，平乱有功，可立为皇太子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凡四海之心。令睿王侧妃姜氏温婉贤惠，孕育皇嗣有功，可封为太子，以兴宗室。钦此。儿臣接旨。恭喜太子殿下，恭喜太子妃。恭喜王爷，哦不，恭喜太子，恭喜太子妃。锦汐，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，日后登上皇位，你就是皇后。我不仅要当皇后，我的儿子还要当皇帝，我还要当太后。王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登上这至高无上的位置。锦汐，
你究竟何时才能对我付出真心呢？